就在俄乌局势瞬息万变之时，波兰突然宣布报兵，并宣称要将军队扩大到50万人，并且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包括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K2 黑豹主战坦克、K9 雷霆155毫米自行榴弹炮、海马斯火箭炮、FA50型轻型战机以及其他各类装备。随后，瑞典、挪威、英国、德国等北约各国纷纷增加了在波兰驻军的人数，而普京得知消息后可谓是暴跳如雷。那么为什么波兰扩军会戳中普京肺管子，又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影响？普京能接受吗？近年来，波兰在军事领域展现出显著的扩张态势，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爆发后更是显著加速。2022年初，波兰军队的现役官兵人数为 12.2 万人，其武装力量由陆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和国土防卫部队共计5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为了应对新的安全挑战，波兰在2022年3月颁布了保卫祖国法，明确宣布将军队员额大幅增加至30万人。同年6月，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更是公开表示，波兰军队的总兵力最终将扩充至40万人，其中陆军的规模预计将扩大5倍。更有非官方消息透露，波兰的长期目标是将总兵力扩充至50万人。尽管具体的实施时间表尚未对外公布，从波兰各军种的发展情况来看，陆军无疑是此次扩军计划的重心。随着陆军规模的显著扩张，其在波兰整体军事力量中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与此同时，波兰的海军和空军并没有闲着，正在同步推进现代化和能力提升，以适应国家不断演进的军事战略需求。特种部队和国土防卫部队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扩充，旨在全面增强波兰的军事作战效能以及国土防御能力。在军费开支方面，波兰的投入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2020年和2021年，波兰的军费开支分别为120亿美元和137亿美元。到了2022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波兰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 2.4%， 总额达到145亿美元。此后，波兰的国防预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23年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飙升至 4.2%， 总额高达310亿美元，位居北约各成员国之首。这一增长势头在2024年得以延续，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进一步上升至 4.6%。 根据目前的趋势推算，预计今年波兰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惊人的 5.1%。 相较之下，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大约维持在 2% 左右，波兰的军费增长幅度和占比均远超北约的平均水平。为了配合其大规模的扩军计划，波兰还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进行了大量的装备采购。在陆军方面，波兰向美国订购了250辆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116辆经过升级的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先进的主战坦克将极大地提升波兰陆军的地面作战和装甲突击能力。除此之外，波兰还采购了500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车，以及45套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显著增强了陆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波兰还与韩国签订了重要的军购合同，订购了980辆 K2 黑豹主战坦克、648辆 K9 雷霆155毫米自行榴弹炮、288辆 K239 春茂多管火箭炮系统，进一步充实和多样化了波兰陆军的装备力量，提升了其整体的作战效能。而在空军现代化方面，波兰同样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波兰从韩国采购48架 FA50轻型战斗机，旨在提升空军的近距空中支援、对地攻击和空战能力。此外，波兰还计划在其已采购的2套爱国者3改进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基础上，再额外增购6套该系统，以构建更加完善和强大的多层次防空体系，提升国家领空防御能力。最后，在海军层面，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尚未明确提及波兰海军在潜艇和护卫舰等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方面的大规模采购计划。
然而，考虑到波兰整体的军事扩军和现代化趋势，未来海军装备的更新和扩充很可能也是其军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挑战，并维护国家的海上利益。波兰在军事领域的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而言，无疑敲响了安全警钟，使其深感自身安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波兰与战火纷飞的乌克兰直接相邻，战争外溢的风险如悬顶之剑，时刻威胁着波兰的国家安全。一旦冲突蔓延至波兰境内，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地区内重要的军事力量，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让波兰如芒在背。尽管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其在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仍然具备一定的优势。尤其在部分先进武器领域，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使得波兰对自身的国家安全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当然，波兰不可能像俄罗斯一样也来个所谓的缓冲区，搞个特别军事行动。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采取积极的扩军的措施，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首先，扩充军队规模可以直接增强波兰在边境的防御能力，提高应对潜在战争外溢风险的能力。一支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的军队，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边境地区，阻止或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冲突和渗透。其次，增加军费开支，用于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能够显著提升波兰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威慑力。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能够提升军队的作战效率，使其更有能力应对潜在的军事威胁，从而对潜在的对手形成有效的震慑，降低其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通过积极扩军，波兰试图在当前动荡的地区局势中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与稳定，避免成为地区冲突的受害者。除了应对直接的安全威胁，波兰还希望通过大力扩军来提升其在北约和欧盟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北约这个军事同盟中，军事力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贡献以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波兰通过加大对国防的投入，显著扩充军队规模，能够在北约的军事决策和行动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使其在联盟内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在欧盟内部，波兰也试图通过展示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来增强自身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使其在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中，波兰与欧盟其他的一些主要国家存在一定的政策分歧。例如，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波兰一直主张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认为只有坚决的遏制才能够有效维护欧洲的安全。而部分欧盟国家由于历史、经济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或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来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波兰希望通过自身的扩军行动推动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对俄政策，以更好地实现其自身的安全诉求，并塑造更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欧洲安全格局。此外，在能源政策等其他领域，波兰也希望通过提升自身在欧洲内部的影响力，来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波兰国内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安全意识。根据202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78% 的波兰民众明确表示支持政府采取强军政策。这一比例相较于俄乌冲突爆发前飙升了36个百分点。这种显著的民意变化无疑对波兰政府的扩军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普遍关切和对强大国防力量的渴望，为政府推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计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合法性。波兰国内的右翼保守政党为了进一步提高其政治支持率，也积极地推动和拥护扩军政策。这些政党通常将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置于优先地位，其政策主张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高度契合，能够有效地迎合民众情绪。通过积极实施扩军计划，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满足民众对国家安全的迫切诉求，从而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巩固其执政地位。
因此，迎合国内民众的意愿，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也是波兰当前大规模扩军和军费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波兰的军事扩张正是在地缘政治压力、提升国际地位以及国内民意和政治考量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加速进行的。波兰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使波兰国内的能源价格飙升，带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涨，通胀率居高不下。这不仅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也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扩军所需的大量资金便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虽然波兰政府不断提高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但持续的高投入对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政府预算面临着巨大压力，用于其他领域如教育、医疗、建设等的资金被大幅压缩，而且随着军费开支的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将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波兰经济规模相对有限，难以长期支撑如此高额的军事投入，寻找新的经费来源变得十分迫切。但在当前经济困境下，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发行国债，都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风险。此外，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波兰在2009年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实行志愿兵役制。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职业化水平，但也给兵员招募带来了挑战。在和平时期，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其他职业发展道路，参军的吸引力相对较低。要吸引适龄人员参军，波兰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对职业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军队的待遇和发展空间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选择使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参军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即使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员，使新增兵员形成战斗力也并非易事。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取决于人员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员的素质和训练水平。培养一名合格的军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包括专业的军事训练、先进武器装备操作培训等。在波兰军费紧张的情况下，能否提供足够的资源来保障兵员的训练质量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军队的管理和组织能力也对战斗力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如何有效地管理和组织新增兵员，使其融入军队体系，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也是波兰面临的一大挑战。总的来说，波兰的大规模扩军对俄罗斯形成了明显刺激。俄罗斯一直将波兰的军事动向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潜在威胁。面对波兰的扩军行为，俄罗斯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军事反应。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其在西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增加军事力量的投入，以应对波兰可能的军事威胁。例如部署更多先进的导弹系统，加强防空力量等，这无疑会加剧双方的军事对峙。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种军事力量的不平衡使得地区局势更加紧张和不稳定。军事对峙的加剧增加了冲突爆发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给欧洲东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周边国家也会因为这种紧张局势而感到不安，纷纷加强自身的军事防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军备竞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